数百件武器突袭以色列境内，美英法三国携手助以色列拦截来袭武器。袭击爆发之后，以色列战时内阁召开紧急会议，商议如何对伊朗进行还击。此次袭击究竟谁赢了？且听火力军深层次分析。说早不早，说迟也不迟，伊朗针对以色列的报复行动还是在4月14日凌晨展开了。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袭击当天凌晨就对外宣布，已经利用导弹与无人机对以色列目标实施了打击。在历时5小时的袭击中，伊朗至少发射了300多件武器，其中大部分是从伊朗本土发射的。并且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巴盖里还表示，伊朗向以色列发射的导弹中大约有一半成功打击了预定目标。此次袭击的主要目标是位于以色列与叙利亚边境地区的大型情报中心，以及以色列内瓦蒂姆空军基地。这两个目标在袭击中都遭到了严重破坏。根据火力军的了解，伊朗之所以会选择这两个目标，因为他们都是袭击伊朗大使馆的参与者，一个为空袭伊朗大使馆提供了情报，另一个则是出动了 F-35I，因此成为主要打击目标。而根据以色列国防部官员给出的说法，以色列在与美国的重新协调下成功击退了伊朗的袭击，并且在袭击发生时，还有一名美军军官在以色列箭式反导系统的控制室内负责协调工作。此次针对伊朗的袭击，以色列能做到将伤害降到最低，离不开部署的各类防空系统。在以色列境内至少部署了10套铁穹防空系统，每套系统都配备了雷达。在探测到伊朗来袭武器之后，铁穹可以通过指挥控制系统迅速验算出武器会不会对以色列目标造成威胁，包括军事基地、居民区等目标。如果确认会造成威胁，铁穹系统会通过发射拦截弹对来袭目标进行拦截。而在铁穹防空系统的上一层级，就是拦截中短程威胁的大卫投石索防空系统。这款防空系统是以色列拉斐尔公司与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研制的，能够使用斯塔纳与空中拦截者动能拦截战斗部。而在大卫投石索之上，就是以色列与美国联合研发的箭式防空系统，其中剑2防空导弹使用的破片战斗部会在高空拦截进入末段飞行的弹道导弹，最大射程90公里，最大拦截高度50公里，是以色列此前装备的爱国者防空系统的升级版本。而剑3防空导弹则是采用碰撞杀伤技术，在太空拦截来袭导弹，不让来袭导弹载入大气层。以色列军方表示，确实有弹道导弹飞入以色列境内，并命中了位于南部的内瓦提姆空军基地，但仅仅造成了轻微的结构损伤。虽然这次伊朗来势汹汹，但以色列也不是孤家寡人，背后拥有众多盟友。美国一名资深官员表示，伊朗试图对以色列造成重大损失，但在过去的10天内，美国、法国以及英国等国家通力合作，协助以色列拦截了99%以上的袭击。美国方面主要由中央司令部与欧洲司令部来应对此次袭击事件，部署在地中海的美军舰艇击落大约6枚伊朗发射的中程弹道导弹。此外，美军还出动了 F-15E 攻击鹰战机，击落70余架伊朗无人机。抛开双方损失与成果，来聊一下伊朗这次袭击。很明显，这次是做了精心准备的。之前美国已经发出明确警告，表示伊朗正在调动部队，准备对以色列发动袭击。而在此次袭击中，伊朗出动了不同类型的无人机、巡航导弹以及弹道导弹，进行了协同攻击。在袭击行动中，伊朗先是发射了数十架无人机，之后又发射了打向巡航导弹与弹道导弹。这个安排就有点意思了。要知道，以色列与伊朗相距至少上千公里，如果从伊朗纵深地区发射，那距离就更远了。伊朗自杀式无人机的飞行速度也就是每小时200公里。飞到以色列差不多要5-6个小时，而亚音速巡航导弹差不多需要2个小时。至于弹道导弹，10几分钟就到以色列领空了。如果无人机、巡航导弹以及弹道导弹分批次抵达以色列领空，就很容易被以色列防空系统逐个击破。然而，根据以色列方面发出的战报，在袭击发生时，空军战机几乎同时在拦截巡航导弹与自杀式无人机。显然，伊朗导弹与无人机做到了协同作战。不仅如此，伊朗除了自己下场以外，那些受其扶持的小弟同样加入战场，以此来增加以色列的防御难度。黎巴嫩真主党向以色列北部发射了数十枚火箭弹，也门胡塞武装与伊拉克民兵组织也向以色列境内发射了大批自杀式无人机。这些袭击是与伊朗袭击同步进行的。显然，伊朗就是想通过不同方向、不同袭击来对以色列防空体系造成压力。
另外，火力军觉得，虽然伊朗无人机大量被击落，但伊朗很可能将其作为诱饵，以此来牵制以色列防空系统的注意力，为巡航导弹与弹道导弹的精确打击提供足够的掩护。4月16日，以色列国防军表示将继续在加沙地带中部打击哈马斯目标。以色列出动战机，密集轰炸了加沙地带，并摧毁多个哈马斯目标，包括发射器、基础设施、隧道以及军事营地等，并有多名哈马斯武装分子阵亡。此外，以色列当天还监测到哈马斯从加沙北部地区向以色列南部发射2枚火箭弹。美国媒体表示，在4月14日，伊朗对以色列发动军事打击期间，美军击落的无人机与导弹数量要比以色列还要多。来袭武器在抵达以色列之前，就有1半以上被美军战机与驱逐舰摧毁了。报道认为，这是美国军事上的胜利。与此同时，美国情报部门估计，伊朗发射的武器由于技术问题，有1半左右的数量在发射或飞行时失效，而剩下的160个飞行器中，美军击落了大部分。根据乌克兰媒体4月15日报道，挪威外交大臣艾斯彭·巴尔特艾德与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在基辅举行了联合发布会。在发布会上，艾斯彭表示将向乌克兰交付 F-16 战机。另外，在发布会上，双方还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探讨，主要围绕乌克兰最需要的武器，尤其是提供更多的防空系统。艾斯彭表示，挪威将为乌克兰提供更多的 NASAMS， 同时还将帮助乌克兰从其他国家获得爱国者防空系统。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前财务顾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以色列应对伊朗此次袭击至少花费40亿谢克尔，约合 10.6 亿美元，其中包括需要箭式拦截的弹道导弹，需要其他导弹拦截的巡航导弹，以及需要出动战机拦截的无人机。一枚箭式防空导弹至少需要1316万谢克尔，一枚大卫投石索防空导弹至少需要386万谢克尔，再加上战机出动以及发射空导弹等，整体算下，此次拦截的费用虽然不少，但至少没能对以色列本土造成重大影响。火力军觉得这个钱花得值。在伊朗的大规模袭击行动结束之后，在4月14日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召开了战时内阁会议，持续了3个多小时。不过，内塔尼亚胡并未对外透露此次会议都进行了什么样的讨论。但从以色列当地媒体披露的消息来看，战时内阁成员、以色列反对党领导人甘茨等都支持对伊朗立即进行反击，但以总理、国防部长以及参谋部长等高层都对其表示不支持。主要还是因为当前加沙战事还在持续，以色列同时保持多条战线，压力有点大。不过，还有以色列媒体表示，在当天通过会议之后，以色列战时内阁还是决定对伊朗袭击做出回应，并决定在当月时间4月16日继续开会讨论如何进行反击行动。除此之外，以色列还计划构建针对伊朗的国际联盟，从外部环境向伊朗施加压力。另外，还有美国相关消息人士表示，在4月14日，美国总统拜登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进行了通话，希望以色列不要立即对伊朗展开报复袭击，但这一消息尚未经过美国与以色列双方的证实。目前袭击时间已经过去数天，以色列境内基本已经恢复到了袭击发生之前的状态。以色列国防军也宣布调整对公共安全防卫登记的警报，自4月15日0时起，以色列大部分地区已经恢复教育活动，并取消对集会人数的限制。只有靠近加沙地区与靠近黎巴嫩地区的地区仍继续维持去年10月后发布的限制措施。也就是说，以色列境内的各类社会活动已经基本恢复正常。那此次袭击时间究竟谁胜利了呢？伊朗、以色列还是美国？结果一点都没有出乎火力军的意料。没错，伊朗说自己赢了，成功对以色列进行了报复打击；以色列也说自己赢了，成功拦截了 99% 的伊朗武器。而美国同样说自己赢了，因为认为以色列赢了，没有输家，至少3方都是这样认为的。伊朗为什么会说自己赢了？原因很简单，虽然在以色列炸了伊朗大使馆之后，外界都在猜测伊朗会进行怎么样的报复反击，但更多人认为伊朗不敢下场打击以色列境内，最多只会让小弟们不断骚扰以色列。但结果是伊朗直接发动了打击，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别人不敢打以色列，我敢。不仅是发动攻击，还是饱和式的攻击。伊朗向国内兑现了报复承诺，出动了大量武器，让以色列、美国以及英国等国家的防空力量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并且伊朗对外宣称完成了对既定目标的袭击，也就是以色列情报中心与空军基地。以色列为什么会说自己赢了？看看以色列国防军的战报就知道了。伊朗出动的无人机基本在以色列境外被拦截，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绝大多数也在境外被摧毁。至于伊朗发射的巡航导弹，则是全部被击落。在这里面有美国、英国以及法国等国家的功劳，但以色列国防军是绝对的主力。按照以色列的说法，伊朗确实击中了以色列空军基地，但仅仅造成结构的损伤，飞机跑道受损。也就是说，伊朗一顿操作猛如虎，回头一看原地杵。这也难怪拜登会直接对内塔尼亚胡表示：“你赢了这场冲突。”要知道，伊朗绝对是中东强大的军事力量，结果发动主动进攻，依旧无法奈何以色列，那就更别提其他的与以色列敌对的国家或组织了。那为什么美国也说自己赢了呢？除了协助以色列成功防御以外，另外就是限制了伊朗发动全面战争。在伊朗准备发动进攻之前，外界都很紧张，生怕中东局势全面恶化，最终将美国等国家卷进去。所以在以色列袭击伊朗大使馆之后，美国不断警告伊朗不要进攻以色列，更不要进攻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最后的结果正中美国下怀，伊朗进行了报复，对国内有了交代，同时也对以色列袭击事件做出了回应。而美国与以色列的协同合作，成功拦截 99% 的进攻。另外，伊朗在发动袭击之前还告知了美国，这就是默契了。伊朗其实也不想扩大局势，本身实力就不足以对抗以色列，但骑虎难下，全世界都在等着伊朗的回应，而最终的结果对各方来说恰到好处，并且伊朗也对外宣布事件到此结束，只要以色列不进行反击行动，那局势就回到之前。如今最大的悬念就是以色列会不会反击，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反击。首先第一个，以色列战时内阁已经对外表示绝对会进行反击，被动挨打可不是中东小霸王的风格，总要为自己找回场子，要不然无法对国内交代。那么以色列会采取什么样的反击手段呢？以色列最强手段是什么？空军、空中力量。在这个方面，以色列在中东地区可是处于碾压状态的，这也是数次中东战争中以色列能取胜的最大王牌。以色列常年受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火箭弹的袭击，从而催发出铁穹、大卫投石索以及箭式防空系统，给外界一种善防不善攻的假象。相较于伊朗此次发动的袭击手段，以色列目前还没有大量装备的廉价自杀式无人机，但以色列拥有研发先进弹道导弹的技术，在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后，已经形成具备一定反击能力。只不过以色列现役的远程巡航导弹与中程弹道导弹的数量也非常有限。目前以色列国防军现役的杰里科2中程弹道导弹最大射程1500公里。另外在2007年，以色列还研发出了杰里科3远程弹道导弹，射程达到6500公里以上，装备了伯利恒2前射巡航导弹的射程也能达到1500公里，理论上都可以执行反击伊朗的任务。不过以色列研发这两款武器主要是用来携带核武器的，强调高精度、高突防，从而导致装备数量并不多，执行常规打击任务并不划算。反观伊朗方面，由于遭到北约的长期制裁，伊朗的空中力量一直没有更新，最先进的战机依旧是美制 F-14熊猫战斗机，而从俄罗斯采购的苏35至今也没有交货。防空方面，伊朗最先进的是萨亚德3与 S-300防空系统，虽说实力还可以，但面对 F-35I 这类的5代隐身战机，他们的探测能力与打击能力，火力军要给出一个问号。要知道，以色列如何发动空袭的话，美国等国家一定会为美国提供情报支持，甚至是电子战协助。如今，以色列空军装备了 F-35I、F-15I 以及 F-16等战机，并在长途奔袭方面屡占先机。尤其是在1981年，以色列发动的巴比伦行动，空军战机在经过长途奔袭之后，摧毁了伊拉克在建的核反应堆。在不久前，有欧美安全官员曾警告，如果伊朗对以色列发动报复打击之后，以色列已经会进行反击，可能会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打击，包括阿拉克重水反应堆、布什尔核电站以及特纳兹核设施等。不过这些目标分布在伊朗纵深地区，这就意味着以色列空军需要飞越当初比巴比伦行动更远的距离，才能实施有效打击，难度将不是一个量级的。而且伊朗为了防备可能的打击，于是将当前的核设施与重要军事基地都放在了地下。以色列想要对此打击的话，只能使用巨型钻地弹才可以，但挂载这类武器势必将影响空军战机的航程，甚至可能需要进行空中加油才能完成长途奔袭，这进一步提高了空袭的难度。
此外，当初巴比伦行动的成功主要在于以色列出其不意的袭击，但此次事件已经暴露在国际目光中，外界都在关注以色列可能进行的反击，那就意味着此次行动可能失去突然性。而且按照火力军的看法，就算以色列空袭行动可以顺利实施，但考虑到伊朗大量的国防工业早已实现了地下化，以色列仅靠1-2次空袭行动很难将其摧毁。目前来说，火力军也不清楚以色列可能会进行怎样的反击。与此同时，伊朗武装总参谋长也表示，伊朗有能力发动规模超过10倍的打击行动。另外，伊朗此次袭击并没有对以色列人口稠密区以及经济活动区发动袭击。如果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反击，伊朗同样会做出回应。接下来就看以色列方面会做出什么反应了。好了，关于以色列反击手段，各位有什么样的看法？欢迎在评论区讨论一下。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